正与血在缠绕，血与泪承载着荣耀。剑一晃，速让江山动摇。爱恨之间，总消磨着万世尘缘。正邪之念，就在一线之间。古今豪杰，但求一生傲骨冷冽。回首看，一生轰轰烈烈。白中暧昧，错与对中徘徊，灰与背隐藏着豪杰，与一笑洗尽铅华无悔。爱恨之间，总烙印着宿命誓言。正邪之念，转眼灰飞烟灭。侠盗之间，唯一不能轻易妥协。回首看，一生轰轰烈烈。一开始就已无可退。你什么呀？小张，我入门没多久，在剑术上面有很多问题想请教二位师兄，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时间？那就看好了。这剑术的真意全在这剑锋之上，只用木棍练可不行啊！丁师弟，还是让掌门赐你一把真剑吧。他们才刚入门，用不着这样吧？青云师妹，我又没有伤他半毫。丁师弟切莫多心，我们同门师兄也是盼着你好。希望下次见面时，你能用真剑给我切磋一番。告辞。这都是些什么人呢？哎，青云啊，你们蜀山的人都是这样的吗？他们刚刚做了公孙师叔的入室弟子，难免会有些骄傲，你们不要放在心上啊。可是他们二位说的也对。对啊，丁大哥。不过你在蜀山练剑，是不是也需要一把剑呢？嘿，青云啊，要不然你也随便找一把剑给丁大哥吧。蜀山弟子的剑都有剑灵守护，弟子都要练剑3年以上才有资格去剑灵峰寻找配剑。如果功力不够，控制不了剑灵，会很危险的。不就是剑灵峰吗？丁大哥连阴风谷都去过了，还怕什么？不行，大师兄修行甚高，都差点被龙潭古剑的剑灵所伤。丁大哥，虽然你的天赋过人，可是毕竟练剑还没有多久，我不可以让他冒这个险的。哎呀，我知道，我明白了。小张，你神神秘秘的带我来这里干嘛呀？你不是一直想要一把真剑吗？跟我来就是了。哎，青云不是说要练满3年剑法才可以的吗？凡事都是有捷径的，更何况我张宪炳呢，是个不走寻常路的男人。哎，走，来，来啊！哇，应该就是这儿了。走啊！这里就是剑灵峰吗？没错，你看见没有？中间那把剑就是蜀山的神剑南明离火剑，蜀山的上任掌门就是用这把神剑封印住了天域妖魔。你为什么知道的这么多？嘿，我是谁啊？我是江湖消息四通八达的张宪炳。哦，
哎呀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早就从张琪师兄那儿把事情打听清楚了。蜀山弟子的剑大多数都是从这儿来的，每一代的前辈退隐之后就把佩剑封存在这儿，等待下一位有缘人。现在这么多剑，随便你挑，怎么样？我真的可以挑？嗯。小张，丁大哥，练剑了。小张，这两个家伙跑去哪里了？肯定是偷懒了，还说要勤加练剑，早日去剑灵峰呢。不对，难道他们自己去了剑灵峰？糟糕！怎么样？有没有哪把剑是你喜欢的？张琪师兄有没有说，怎样才能知道哪把剑是属于自己的？他神神秘秘地说道：“如果在脑海中感受到剑鸣的话，就一定是有缘的宝剑。”剑鸣？嗯。怎么样？听到没有？怎么会呢？你再好好听听。是不是我剑术不太好啊？怎么感觉每一把剑都不太适合自己啊？不可能啊！这么多剑，没有一把适合你。我觉得这把不错。好剑。小张，小张，走。哇，这么高摔下来还没死啊！小张，这武器有毒，赶紧去山洞躲起来。来的路都被瘴气封住了，得另找出路才行。想不到伏魔谷是这样的一个地方。这里有人工开凿的痕迹，应该是蜀山仙人留下的。为什么掌门会严禁你们来伏魔谷？掌门只说过这里封印了许多妖魔，凶险万分，不能让弟子随意进入，所以我从来都没有来过这里。错，像你们这些没有经过江湖历练的人，就会显得稚嫩。这些鬼话呢，都是掌门编出来吓唬你们的。依我看呢，这个地方是用来避暑的，根本不会有危险。快过来看看。好像是练武招式和心法。你们两个退后一下。丹田，散之神阙，发自幽门，自成剑气。
不对，这心法虽然跟师傅传授的有相似之处，但是道理却截然相反。如果按照这个心法练下去，一定会走火入魔的。大家不要再看了。丁大哥，丁大哥，你怎么样了？丁大哥，不要啊！在这火海之中，这断剑还是冰凉的。难道说这个火不是真的？丁大哥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山洞里该不会是有鬼吧？姑娘说的鬼，莫非就是在下吗？被蜀山冰封了这么多年，身子都有点酸了。没想到我五鬼天王一被放出来，就有这么好的艳福啊！五鬼天王，你就是10年前肆虐中原的那个采花狂魔？哎，不是采花狂魔，是多情的公子。是你们蜀山掌门不解风情，将我镇压在伏魔谷这么多年。不过，我要感激这小子把我给放出来。你在说什么？你手里的那把断剑就是镇压了我这么多年的封印，你将它拔出来，岂不是放了我的自由？我刚刚给你们施了恶鬼阵，要不是念你们的恩情，我会放过你们3个的活命？不过好戏就只能看到这里了。告辞。不行，掌门把你镇压在此，我绝不能让你逃脱。小丫头长得不错啊。既然你这么舍不得我走，那我只能勉为其难，奉陪到底了。
一。后会有期。妙一师伯，都是我们不好。断剑是我拔的，还有五鬼天王也是我放出来的，不关其他人的事。这把断剑是当年掌门用内力亲自封入岩壁的，再强的魔也是无法挣破的。你是用什么办法把它拔出来的？我当时读了墙面上的文字，让我感觉到浑身都是力量，还有，我感觉到那把剑在呼唤我。于是你就练了墙上的武功心法。是。原来是他体内的赤魂石在血影神功刺激下作祟，才导致他魔性入脑，和断剑产生共鸣的。也罢，都是赤魂石造的孽呀！唉，师伯，你就饶了丁大哥这一次吧，以后我天天给你打酒喝。你少跟我来这套，酒我有。我这次误放了五鬼出来，他出来会扰乱人世的安宁，弟子知错，甘愿受罚。丁大哥，行了，既然是你们误打误撞破了结界的，再责罚也没用，而且无济于事，我就先放了你们。五鬼的事，我自会向掌门交代的。你们起来吧。真的吗？青云就知道妙玉师伯心怀仁慈，不舍得责罚我们。丁隐，你千万要记住，回去之后勤加练习，千万不能再让赤魂石控制了你的心智。弟子知道，谢谢师伯。师伯，墙上的武功心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谁留下来的？你先等等，我问你们，你们还有谁练了墙上的武功心法？没有，弟子只是好奇。没有就好。我告诉你们，墙上的武功危险莫测，蜀山弟子千万不能染指。还有，都给我记住了，以后像这种禁地，再也不许进入，明白了没有？是。师父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，有事找我吗？你和丁隐、小张3个人，一身狼狈的回来，身上还留有伏魔谷残余的瘴气，你还想对我隐瞒什么？怎么每次撒谎都让师父看出来了？说吧，说你们都惹了什么祸？我才没有惹祸呢，其实是那个五鬼天王，他，哎呀！我这么做其实都是为了救小张。师父，你都不知道啊，那时候多危险啊！幸好妙一师伯及时赶到，否则我们3个人的命都没了。破坏结界，放走五鬼天王，你们几个胆子还真够大的。弟子知错了，愿受师父惩罚。罢了罢了，妙一那个死光头都替你们把责任给担了，我还有什么好罚的？不过幸好你没落在那个五鬼天王手里，算你幸运。我就知道师父最喜欢我了，舍不得责罚我。师父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：伏魔山那个山洞为什么会有武功心法？妙一师伯又闭口不提，我真的很好奇啊。那是因为素英师妹，
都是陈年旧事，不提也罢。素英，我从小就在蜀山长大，从来都没有听过她的名字啊。素英，当年她是栖霞峰最出色的女弟子之一，也是我的同门师妹。她和掌门师兄曾有过婚约，是掌门师兄未过门的妻子。当年的蜀山，蜀师兄、素英师妹上官景我，也就是现在的绿袍，他们三个关系甚为要好，经常一起习武谈笑。掌门师兄更是对素英师妹情有独钟。先掌门当年封印天域历劫仙曲之前，将素英师妹许给了掌门师兄。上官景我因此走火入魔，竟然唆使素英盗取血影神功秘籍，还偷练魔功，堕入魔道，又去偷盗赤魂石。掌门师兄迫不得已与他兵戎相见，结果导致素英身亡。后来上官景我便成为了如今的绿袍。原来这其中有这么多恩怨情仇啊！想来，绿袍也是一个为情所困的可怜人。掌门师兄因为当年拆散了一对恋人，内疚多时，一直郁郁寡欢。直到遇到紫英的娘亲，跟他成了亲，有了紫英，才渐渐振作起来。掌门师兄对他的妻子相敬如宾，爱护有加，直到他妻子去世。但是他心里一直忘不掉素英，日久经年，已成执念，所以每年还会去太原湖祭拜空坟。没想到掌门竟然是一个这么痴情的人，不过也不能怪他，都是白眉师祖乱点鸳鸯谱。放肆！不可以对师祖不敬。为师之所以要告诉你真相，就是为了给你警示：男女之情不可以沉沦，切不可沉迷。那师父还不是跟妙一师伯成了亲？我又不是逼着你做尼姑，两个人相敬如宾，互相扶持，自然是好。只是我希望你不要为情所困，妄生执念，误入歧途。知道了，师父。可是我还没有考虑过这些。也罢，你现在还没到为这个烦恼的时候。以后啊，你要多花点心思，牢牢记住，不要再给师父惹祸了。臭小子！妙一师伯，我听青云说你想要一把真剑，我就做个顺水人情。这是封印结界之物。哎，既然拔出来了，它就没什么作用了。这虽然是一把断剑，没有了剑灵，但是它跟你有缘，你就把它收了吧。谢谢师伯。知不知道这把剑的来历啊？请师伯明示。这是你师祖白眉真人最初所持之剑。白眉真人最初习武之时啊，总是不得要领，于是他就把剑锋折断，不再与人切磋武艺。后来他就自己独自研究招式，渐入佳境。哎，臭小子，我说到这儿，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？师伯的意思是，不要太急于求成。我们修道之人习武啊，并不是要战胜别人，而是要超越自己，这才是真正的奥义。内力不外泄，那是藏锋；大刃无锋，大巧若拙。藏锋，明白吗？不明白。不明白就对了。嗨嗨，恍惚是道，懵懂是禅，你自然就会明白的。臭小子，找个地方
好好陪我喝酒去。紧我，我们成亲吧。这衣服，大师兄送来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嫁给他。我这辈子只嫁给你一个人，只做你一个人的新娘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上官景我的妻子。素音，今生今世，你都是我上官景我的妻子。说好一辈子，少了一天，少了一刻，都不算数。宗主，什么事啊？天域来使。宗主。宗主。上官景我，你的中原好吃好喝，混得不错嘛。邹庆连登，土霸让你们来的。天尊的名字，岂容你随意挂在嘴边？不就是个名字吗？我叫都叫了，你想怎么样？绿袍，你不要太嚣张了，不要以为天尊远在天域，就不知道你在这里做了什么。如果你再不把南明离火剑取回来的话，呵呵，恐怕什么？我们可是打听到的，你这次私自前来是来拿赤魂石的。别以为我不敢杀你们，你们死了，对屠霸来说只不过死了2条狗，并不会拿我怎么样。现在知道回去该怎么说了吧？是，属下明白。宗主贤能，一切进展顺利，破除封印，指日可待呀！招子放亮一点，命就可以活得长一点。滚！是宗主。一群废物，愚不可及。身体强壮的就带回去，其他的都解决吧。不要！好不容易被放出来，结果又碰到那个死光头，我一定还会再去找你的。虽然今天打得挺过瘾的，那就算平手吧。平手？你什么时候下的毒？我这个人浑身是毒，你还是少碰我的好。难怪那么黑，谁愿碰你？刚刚逃出蜀山，就搞得鸡飞狗跳的。大婶儿，这么多年不见了，还穿那么妖艳呢？你叫谁大婶儿？这么多年不见，嘴巴还是这么贱呢？
我刚刚20岁生辰，好不好？嗨，我认识你的时候，就不知道过了多少个20岁了。图妹啊，这么多年不见了，还在苦追那个上官景我？副宗主，你认识他？九毒神君，这位就是五鬼天王。我们在天域已经是老相识了。我这次过来，就是邀请他加入猎影神宗的。宗主，五鬼以身法和幻阵见长，若他能加入我神宗，必能为宗主大业再添一份助力。五鬼天王，你意下如何？上官景我，这几年猎影神宗被你管得不错啊，基业挺大的。放肆！休要冒犯宗主。我五鬼从来就没有不敢做的事情。你口气真不小啊！因为我的本事够强啊！当年蜀山抓住了我，是因为我一时大意。现在我逃出来了，蜀山的人就别想再占我一丝一毫的便宜。你们猎影神宗的人也一样。图妹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但是对于加入你们神宗，我一点也没有兴趣。五鬼，你只身一人，能有何作为？天下的美酒任我喝，天下的美女任我追，岂不快哉？人生在世各有所需，我跟你们不是一路人。爹，这批血奴的血已经汇入血池了。做得好。那女儿告退了。等等，鱼儿，这位五鬼天王是我邀请来加入我宗的贵客，不过他似乎还有些顾虑，不如你帮我劝劝他。是。五鬼天王，请你看在我爹一片诚意的份上，加入我猎影神宗，共谋大计。你是上官景我的女儿，宗中规矩，不得直呼宗主大姓，还请你自重。好，我自重。我今天就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五鬼屈就一次。哼！宗主在上，请受手下一拜。五鬼天王，你可想清楚了？刚刚我还没有考虑清楚，但是从今往后，我五鬼愿意为神宗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
好，祝贺我神宗多了一名勇士，大家从此对蜀山同仇敌忾。等等，加入你们神宗可以，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。我不管这个家伙在什么位置，总之我加入你们神宗，我的位置绝对不能比他低。好，就依你，从今天开始，9都神君就是我的右护使，而五鬼天王就是我的左护使。多谢宗主。玉儿，带左护使下去休息。是。那个，请。左使身体不适。是啊，被囚禁蜀山这么多年，身体好像多少有点内伤。刚刚因为情绪激大，恐怕复发。那我去找我爹，给你医治。哎，不用。其实我的病，小姐你可以治的。你骗我！能够一清小姐的芳泽，撒个谎又算什么呢？哼，原来是因为这样，那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哼，在下和小姐一见如故，我方才听到宗主唤小姐为玉儿，不知尊姓大名啊？哼，你过来，我悄悄告诉你。我告诉你，第一，我玉无心不需要什么朋友；第二，你要是再敢跟我耍这种花招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你！哼！玉无心，哼！宗主要我来看看左使有什么需要，在阴风谷待的是否满意？哼，怎么样？小姐对你下手算轻的了，你若敢再犯，我直接把你丢血池里。这么狠啊！可是敢爱敢恨，真情流露，这是我喜欢的类型啊！你加入神宗就是为了一个女人？哼，你懂什么？一个男人就算豪情万丈，最后赢得了整个江山，可是到最后，多半还是会在感情上输给女人。色鬼！哎，九多，哎，九多。虽然我武功比你略胜那么一小筹，但是看在我们不打不相识的份上，我有个忙想请你帮。哎，你早入神宗，比我更了解小姐。她用什么胭脂啊？哎，她爱吃什么？你想讨小姐的欢心？哼，就算她是冰山美人寒玉无心，我五鬼同样都有融化她的办法。那你就好好帮宗主办事，不然小姐不杀你，宗主第一个就杀了你。哼，玉无心。哼。宗主，左使的一切起居都已经安排好了。恭喜宗主又得一名猛将。九都，一个初来乍到的人就能跟你平起平坐，你心里一定有怨吧？属下不敢。那只是我笼络他的手段，你才是我最信任的人。蒙宗主抬爱，属下追随宗主，万死不辞。
起来吧。听说蜀山天门峰的剑阵已经重新布阵了。是，诸葛驭我已经把所有分散各地的弟子全召回来，加强防备。恐怕短期之内我们很难再攻进蜀山了。也罢，反正我暂时也不想进攻蜀山了。宗主，你不想要那赤魂石了吗？哼，把他们带进来。是。恭喜宗主，金蚕树大功告成。你的泪沾湿了大海，我真的很无奈。过去的